不仅俄罗斯有瓦格纳，美国有黑水，其实中国也有海外雇佣军。大家好，我是李哲。最近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叛乱这个事儿引发世界的震惊。其实大家不知道咱中国也有海外的雇佣军，不过这些中国的雇佣军可比俄罗斯这个瓦格纳要省心多了。咱细聊一下，其实咱中国一开始还是没有这些海外雇佣军的，但是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咱中国发现这些企业的利益其实是需要军事力量来保障的，但是你什么事儿都不能全靠解放军呐，毕竟别国境内这个解放军行动也不方便，于是呢，咱中国的海外雇佣军应运而生了。中国的海外雇佣军其实主要都是海外私人安保公司，称之为 PSC。而像俄罗斯瓦格纳或者美国黑水公司那类的雇佣军他们简称为 PMC， 属于是私人军事承包商，一个是安保，一个属于军事。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出区别。中国的海外雇佣军其实更倾向于自我保卫，而像瓦格纳这一类的武装力量则更具进攻性。事实也确实如此，瓦格纳积极参加了比如说叙利亚战争，对非洲国家的内政介入程度都是比较深的。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把在非洲和叙利亚的瓦格纳的主要部队精锐抽调到了乌克兰战场上。而这个黑水公司大家听着就更熟了，它配合过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那在那个期间还做了什么枪杀平民虐待囚犯这些令人发指的事儿。那这些 PMC 就是潜在的军队。其实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更承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敛平和，只赚钱守护和平，从不主动介入他国的内政。我们中国在海外的安保人员甚至大多数都不携带枪支武器，而在国内则更不用说了国内对于武器管制更严，而且所有的武装力量都是听党指挥的，更不可能发生像瓦格纳这样的雇佣军叛乱的事儿。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只会让人感到心里的安全。那可能有人感到疑惑了你说你没有武器的话，你怎么保护自己呢？像这个《战狼2》里面这些反派雇佣军，甚至连坦克都能搞来，那中国安保公司要是连这种轻武器的枪都没有，岂不只能任人宰割吗？其实咱中国的安保公司不得携带武器是有原因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形象受到损害。你比如说中国的海外私人安保公司得避免像黑水公司那样成为做了坏事之后被各种国际媒体维权人士追杀声讨的对象。不过这并不代表咱们中国安保公司没有自卫的力量。虽然法律规定安保公司的人员不能携带武器，但是这些安保公司在海外还是有当地的这些分包单位的，这些分包单位自然是可以存放一些武器弹药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使用，用以自卫和自保。同时这些分包单位里面的当地人也可以作为中国雇佣军的雇佣军。比如说在2016年南苏丹发生了内战，甚至中国在当地的维和部队都受到了袭击，出现人员伤亡。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有330名工人被困在了当地民兵组织交战区里面。此时一个叫德维集团的站了出来，承担起保护中国侨民撤离的任务。德维集团和其他的中国私人安保公司一样，他们的员工是没有武器装备的，但是德维在当地还雇佣了一批势力，这些南苏丹雇佣军他们是有武器装备的。通过多方联系之后，最终德维集团掩护着中国工人从南苏丹逃到了隔壁的乌干达，任务也顺利完成。至于瓦格纳呢，本来俄罗斯军方就有把瓦格纳想收编正规军的打算，经过兵变这么一折腾结局肯定是大伤元气。那么未来在非洲的市场，中国私人安保公司就有机会可以去分到更多蛋糕。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资企业走向海外，要守护中国人在海外钞票的安全，这些海外的盾牌还是越强大越好，你说不是吗？好，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